今天的视频我们接上期内容继续猎奇，盘点一期国内比较少见的跨斗式摩托车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瘪三轮或者跨子。说到跨斗式摩托车，可以说这个类型非常广泛到不分摩托类型、不分排量都可以加装瘪斗，甚至自行车、电动车也可以。但要是说到摩托车，我们大多数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长江750。毕竟这辆车在国内的历史和地位是毋庸置疑的，但是现在的长江用的是冲锋发动机，也就是长江400和650等等。既然说到了长江750，那么嘉陵600也必须拥有姓名，还有什么嘉陵 COCO 125、大迪鹰王400、银钢150、海凌750、斯托纳约后125、星越州墨风、抹江917、919、摩锐800、环球125等等，各种已经停产的经典瘪三轮，比如东海750、湘江750等等，和在售的地平线跨子不知道还有多少，就不慢慢细说了，因为这些我们国内都可以借到，不算稀有。但要是说到进口瘪三轮，那么乌拉尔必须拥有姓名，因为它是瘪三轮越野爱好者的终极车型，更是一个活化石车型，到今天为止已经持续生产了81年。它的原型车和我国长江750一样，都是仿的宝马271。其实说到了军车，那么宗达普 KS 750也得提一嘴，因为这台车也非常经典。除此以外，不管是哈雷还是印第安，或者宝马、杜卡迪、凯旋、KTM、川崎、铃木、本田、雅马哈等等，都有很多原厂或者改装的跨斗式摩托车，国内外也有专业做跨斗的厂家，所以并不稀有。但是我们既然是猎奇，那么聊的绝对是稀有的跨斗摩托。比如第一台来自德国的克劳泽多玛尼一体式跨斗摩托，它的制造灵感来自于跨斗式赛车，你可以将它理解为赛车的民用版。大家对慢倒 TT 的瘪车感兴趣，我们有空单独做一期。另外，它的发动机用的是宝马 K172 的4缸发动机，车架和瘪斗做了一体式结构。这样的做法可以比普通改装式瘪斗更具有抗扭性，而且它的瘪车轮胎和主车后轮几乎是平行的，从后面看更像是一台汽车。另外也使用了后俩驱驱动，整体设计极其符合空气动力学，材料用的是玻璃切围。摩托车的内饰和外观看起来其实更像是一台非常科幻的汽车，但却是摩托车的骑行方式。另外它的整备重量390公斤，最高时速超过了200公里每小时。第二台坦克式跨斗摩托车凯瑟琳大帝。这辆摩托我们之前做过视频，它搭载的是苏联 T55坦克的水冷 V12柴油发动机，据说排量达到了38000cc， 马力在600匹以上，油箱容量200升，整车干重达到了4吨以上，长5.79米，宽2.74米，最高时速80公里左右。全车都是使用旧的军事装备改装而来，比如空滤用的是防毒面具，排气用的是 MNP 导弹，而且瘪斗内还装有一个方向盘，用来辅助转向。这个瘪斗还可以乘坐7人。目前这辆摩托已经被评为世界上最大的跨斗式摩托车。第三台来自法国的宙斯豪华跨斗式摩托车，这台车我们之前做过视频，准确一点说，它更像是一台披着摩托车外观的汽车，因为首先它的发动机是来自标致206的108匹 2.0 升4缸发动机，配合5速变速箱、带倒档、后2轮驱动。其次，发动机的摆放位置在跨斗的后面，并不在摩托车车架内，所以它的摩托车座椅下面全是储物箱和散热器。另外，骑行方式也和汽车一样，左脚是离合器，右脚是油门和刹车。油箱容量35升，干重650公斤。而且这台摩托车可以合法乘坐5人，分别为跨斗内2人，摩托车上面可以乘坐3人。另外，它的仪表盘包括轮胎，其实也来自标致206。说到豪华，我个人认为还是改装的精益看起来更豪华，不知道大家怎么想。第四台来自106年以前，也就是1916年的哈雷跨斗式摩托车。值得一说的是，这是唯一一台幸存的哈雷原厂跨斗式摩托，因为当年只生产了200台。另外，这辆摩托车给我的感觉就是驾驶员不仅要骑车，还他妈要躺着骑，这个感觉属实奇葩。另外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摩托车主体没有座位，车把也和我们普通摩托车不一样，它做的更靠近跨斗，操作方式更是奇葩。靠近座位的这个挡杆是驻车制动，前面的是离合器和刹车踏板，所以它的操作都是在跨斗内进行。这个车把看着就知道骑起来估计不怎么舒服，好在油门操作都在左边车把。另外，车把下面的小盒子是工具箱，工具箱下面是油箱。摩托车座椅的位置也是一个工具箱，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没有脚踏，没有离合器，但是却有一个手动操作的副离合器拉杆。这个部位是安装磁电机，主要给大灯和电动喇叭供电。至于全车材质，大家应该能够看出来，都是铁皮件。不过这个带斗篷的座椅看着挺舒服。跨斗的减震机构用的是板簧减震，这个小铁皮是安装牌照的地方。另外，跨斗一侧还有一个上车用的小铁门，而且启动杆的位置也很讲究，你可以直接坐在跨斗内蹬启动杆。
看着这哥们儿骑着挺灵活的。视频最后其实准确一点说，这辆摩托生产于1913年到1916年，真的算挺先进的。因为这个时期我们应该还是在北洋政府期间。就聊这么多吧，未来有时间会单独把这辆车做得更详细一些。毕竟这玩意儿比起2022年的这些东西还是挺有意思的，哪里不对多多指点。